穿越了，穿到了妖魔横行、人命如草芥的大唐王朝。不管怎样，先离开这再说。过来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叫江月初，本是京城高官独女，奈何父亲一朝获罪，满门牵连，全家上下打入贱籍，发配边疆。而押送我们的官差正是眼前这个半死不活的男人。我是陇右镇魔都司队正裴长青，你一个没有户籍录影的贱籍逃犯，跑不掉的。扶我起来，事后我保你脱了贱籍。是了，户籍录影在大唐相当于身份证，没有连城门都进不去。算了，原主手无缚鸡之力，就算逃出去也活不了，不如先听他的再做打算。别跑了，这荒郊野岭的能跑哪儿去？很意外吗？区一个镇魔卫队正也想杀我？怎么可能？你踏入冥谷之境，觉醒了神通。人生多苦厄，早些解脱，岂不美哉？不要！这才穿过来几分钟啊，我这绝对是最拉差的穿越者！不要啊！检测到宿主强烈求生欲望，万妖屠戮系统绑定成功。宿主江月初，境界凡境，系统核心功能斩杀生物，可获道行，夺其神通。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，难道要去斩杀那头虎妖吗？等等，诛杀生物，获得道行。蝼蚁尚且贪生，你莫不是还想反抗？没用的，凡人之躯如何能？抱歉，击杀文娴境生物，获得道行20年。你们人族倒真是良魔的可笑。击杀文娴境生物，获得道行20年。道行全灌进去。皮肤撼大树。击杀文娴境生物，获得道行100年。检测到未收录妖物是否收录？消耗75年道行，魔印谷山神，获得妖物馈赠，蒙古海刀。这才是金手指的正确用法吗？宿主江玉初，境界文娴出境。抱歉，借你命一用。若有来日，我杀够了妖魔，攒够了道行，说不定能想办法为你重塑肉身，还你一命。这荒郊野岭的，能入土不错了。不伦不类，但这身皮至少能唬人，总比穿着囚服当活靶子强。这里是大唐陇右道，民风彪悍，妖魔横行。我有金手指，杀妖就能变强，生存不是问题。问题是没有户籍，没有户籍就是黑户，没有路引就是流民，进不了城，住不了店。裴长青死了，谁给我消剑籍？难道我要当一辈子野人？敢问，可是镇魔司的大人当面？这大人怎生得如此柔弱，跟个娇滴滴的娘们似的，能行吗？镇魔司没人了吗？派个小娃娃出来。何事？小人乃广武县飞鹰门门主陈清源，上盘村遭一伙狼妖屠戮，百姓被圈养为血食，危在旦夕。我等实力提危，死伤惨重，恳请大人出手报救。恳请大人出手。去吗？去个屁！疯了才会去。是在下唐突了，镇魔司的大人哪怕只是路过，也不该为这种小事停留。真烦，这破世道，连拒绝都让人觉得像是在犯罪。说这么多废话做甚？带路。大人，您答应了。
谢大人救命之恩。走。大人，那伙狼妖约有7、8头，为首的自称青面郎君已开了口，能吐人言。他爪牙锋利，寻常刀剑难伤，在下拼命也只在他胁下留了一道口子，怕是已入了文贤之境。其余小妖虽弱，但也极为凶悍。知道了。昨日让尔等逃脱，今日还敢回来送死！畜生，与我相亲，今日与你拼了！人吃猪羊，狼吃人，天经地义。他们在我眼里不过是圈里的血食罢了。怎么，你们还带了个细皮嫩肉的小丫头来给我加餐？真魔司，很好，杀一头会说人话的畜生，算是值了。给我撕了他！小心！你找死！保护大人！这点伤还死不了。系统，所有道行，给我全部加上！这点伤还死不了。系统，所有道行，给我全部加上！消耗102年道行，获得天赋银法天凤，获得神通腐煞血废。你究竟是人是妖？击杀文贤境生物，获得道行75年，成功收录妖物，境界突破，获得武学青牙回女。好快的刀！大人再生之恩，广武县百姓没齿难忘。大人，您这就要走，不如先回广武县城休整一番。大人一路风尘，衣衫受损，县城虽小，总能为大人备上换洗之物。衣服确实得换，这破地方连个客栈都没有。更重要的是，县城里人多嘴杂，正好打听打听这大唐的户籍和路政怎么弄。带路。广武县，希望那里的妖能换更多道行。陈门主，从上盘村回来的。这位是？这丫头被那妖物不知从何处掳来，是个可怜人。我寻思着带回城里，看能不能在门里给她寻个活计。爽，这张脸倒是长得不错，就是这身材平平无奇，也就是个包子大小，跑跳起来倒是方便。不过这腿好像比记忆里长了，练武还能长高。户籍是个大问题，还有我爹到底犯了什么罪？若是普通流放，该由刑部差役押送；若是重犯，该由兵部接手。为什么偏偏是镇魔司？镇魔司的人手什么时候这么宽裕了？难道说，本以为只是简单的生存游戏，现在看来，这原神的背景全深坑啊！唉，这开局真难。江月初啊，江月初，你想个屁呀！想东想西能想出花来，不如加点。宿主江月初已收录屠神染珠、青面郎君魔影200年道行。怎么花？继续怼虎山神？万一是个无底洞，卡在半路咋办？还是雨露均沾，把狼妖也升上去。狼妖底子薄，升级肯定便宜，多一个技能多条路，稳妥起见。求广。青面郎君，给我加点。获得天赋狼行千里，
消耗80年道行，青面郎君染珠成功。第1年，你被兄弟欺负；第10年，你发现吃人能变强；第40年，你弑父上位，自封青面郎君；第70年，你遇到了瓶颈，寻找突破。我还以为收录升级就能长经验呢，这破系统到底怎么算的？原神的记忆里全是诗词歌赋，对武道一窍不通。明天问问陈清源吧，那老小子看着挺懂行的。睡觉。大将军，兰州急报，金城县下辖6个村落一夜之间被突厥无一活口。当地兵士回报，妖气冲霄3日不散。那妖物出手剑气纵横，且自称黑衣剑仙。自称什么？黑衣剑仙。剑仙？这年头，妖魔的口气倒是一个比一个大了。妖气3日不散，此妖已入冥谷境。你带队去兰州走一趟。属下遵命。对了，前些时日京城送来的那个犯人裴长青押送到哪儿了？按脚程算，昨日便该抵达广武县。广武县离金城县可不远，希望裴长青那小子运气好点，别一头撞上这位剑仙。大人昨夜休息可好？还行。上盘村之事已向县尊禀明，只说是飞鹰门侥幸剿灭，并未提及大人。上道。对了，还有一事。大人请讲。你这儿有没有什么关于武道的书？武道的书？难道大人要看我们飞鹰门的绝学？可是那些庄稼把式哪入得了镇魔司的眼？大人说笑了，我门中只有些粗浅功夫，都是些难登大雅之堂的玩意儿。大哥，我是真菜鸟啊，我连境界咋划分都不知道啊！不行，得编个高大上的理由。我最近隐隐有破境之兆，但恐根基不稳，我需要一些最基础的武学总纲，查漏补缺，你可明白？原来大人是在回溯本源，在下这就去取。大人，这是您要的武学总纲。需海量天材地宝，或以妖魔血肉为引，点附气血，方能冲关。大人此次前来广武县，可是为了金营县的事？大人恕罪，在下绝无打探镇魔施工秘密之意，在下多嘴。说下去。半月前，距离广武县100里的金城县6个村子被屠戮殆尽，如今难民都逃到了广武县，城内人心惶惶。难民中传言，那是一头极为恐怖的妖魔，自称黑衣剑仙，至少是冥谷境的大妖啊！在下以为大人是奉命来剿除此妖的。不该问的别问，管好你的嘴。退下吧。是，在下这就滚。冥谷境的黑衣剑仙，不知道能给我换多少道行。老丈，金城还有多远？不远了，再走10几里就到了。姑娘，听老汉一句劝，金城去不得呀。哦，为何去不得？有大妖啊！金城左近的几个村子，一夜之间全被屠了。城里的县太爷都弃官逃命了，你一个人去，那是给妖魔送口粮啊！连县令都跑了，看来这妖魔确实够肥。哈哈，大哥，父亲带咱们出来历练，还真碰上了不怕死的。瞧这细皮嫩肉的两脚羊，虽说瘦了点儿，但肉质肯定鲜嫩，正好给咱们兄弟解馋。人呢？现在轮到你了。饶命！我爹是冥谷大妖，被杀了。行了，赶紧走吧。击杀文贤境生物2头，获得道行60年，当前总道行180年。书上说，突破冥谷境需妖魔血肉为引。宿主江月初，剩余道行180年。180年道行，今夜就狠狠挥霍一把，继续提升虎山神。我倒要看看能到什么地步。消耗180年道行，虎山神进度提升至点睛，成功点进虎山神，解锁妖化虎山神。妖化变成母老虎，试试。好强的力量，
感觉能一拳打爆这堵墙。心脏像被黑洞吞噬，气血在疯狂流失。警告：此神通极度消耗气血，再这样下去，不出10息我就会被活活抽干。停！强是强，但副作用太大，这简直是拿命在开挂。不到万不得已，绝对不能用。气血亏空，饿得前胸贴后背，光吃干粮也不管用啊。猪妖也是猪吧？大补啊！气血回得好快，不仅能补足气血，还能拔高修为上限。斩妖得道行，吃肉长气血，这简直是完美的闭环。只要能变强，这点腥膻味算什么？2头文贤进猪妖下肚，气血奔腾如江河，感觉快要摸到冥古境的门槛了。检测到宿主吞食妖魔血肉，触发隐藏功法万妖吞天。万妖吞天特性：只夺精气，不伤妖尸，极低概率掠夺天赋。痛快，修为彻底夯实，终于摸到冥古境的门槛了。走了，老兄，上班去。这味儿真重，徐哥，你说这妖物屠城又不吃，到底图什么？妖魔的心思别去猜，敢在人族地界放肆，只有死路一条。这帮畜生！畜生，放开他！黑衣剑仙本想来瞧瞧我那2个儿子的踪迹，无意间嗅到了生人的味道，没想到真是镇魔司。我不在乎你什么儿子，现在松开他，我会让你死得痛快些。镇魔司的人在这儿，我儿定是凶多吉少了。一日你们全都要给我儿陪葬！打了小的，老的果然自己送上门换道行了。打了小的，老的果然自己送上门换道行了。无辜杀我孩儿，断我血脉，今日尔等皆要死！畜生，我跟你拼了！镇狱刀，给我破！这妖物神通太诡异，我撑不了多久。是你杀了我的孩儿！猛虎快刀，无上！原来是你！今日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！许大人！许大人！许大人，刘晨带着弟兄们撤。没了兵器，我看你这孱弱的两脚燕还拿什么嚣张？乖乖变成我的血食吧！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杀人东西！饶了我！击杀冥古境生物，获得其道行350年。气血耗尽了。陛下，派去陇右道的人都回来了，长公主殿下依旧下落不明。奴才该死，奴才办事不力。传朕的死命
把陇右道给朕翻过来找，哪怕是掘地3尺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传朕的死命，把陇右道给朕翻过来找，哪怕是掘地3尺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这是用雪参和百年黄金熬的，你气血亏空太甚，赶紧趁热喝了。多谢魏姑娘。不知救我的那些镇魔司大人在哪儿？哎呀，他们忙着呢，我兄长吩咐了，要我好生照料你。来，张嘴。兄长，青儿，你先下去。江训之女江月初，半月前裴长青率队押送，如今全军覆没，唯独你这个流放重犯活了下来。金城县一战，你一拳贯穿大妖朱喜，赤色虎纹，血发金头，你这一身诡异的本事从何而来？他若想杀我，何必废话？这是在逼我站队。你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我派人将你押送回京，交由皇城司慢慢查；第二，加入镇魔司。我不问你的过往与手段，你为镇魔司斩妖，镇魔司护你周全，裴长青的死一笔勾销。这还用选？解决户籍还能名正言顺斩妖刷经验，简直是带薪练功啊！天底下还有这好事儿？镇魔司俸禄优厚，公公。好，你说什么？我选择加入镇魔司。很好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陇域道镇魔司的9品镇魔卫。至于你父亲江训一案，牵连击鼓，如深渊之窝。以你现在的实力，若敢妄动，必是自取灭亡。大人教诲，月初谨记。如深渊之窝，以你现在的实力，若敢妄动，必是自取灭亡。大人教诲，月初谨记。击杀明镜大妖朱萧，获得道行300年。检测到宿主吞食大量妖魔血肉，触发隐藏功法血食功。功法特性：只夺精气上妖尸，吞噬妖魔道行时，可将其气血完美炼化，补剂自身根基。只要吃干抹净，连天赋都能偷。这功法才是我日后滚雪球的核心根基。月初，我哥让我把这个给你。我刚刚听兄长说，你以后也是镇魔司的人啦。气色看着好多了，大夫说了，你伤了根本，必须好好静养。有劳魏姑娘挂心，我已无大碍。什么魏姑娘，多见外啊！以后咱们就是自家姐妹了，你得叫我青儿。好，听你的。这就对了。那你先试试衣服合不合身？这才是我吗？你皮肤底子真好，就是太不爱惜了。等你伤好了，带你去买胭脂水粉。等你站稳脚跟，给你寻个好亲事。嫁人？我想娶老婆啊！要是还是爷们儿多好。行掌杀人剑，醉卧美人腿。现在这错位感真让人烦躁。给你寻个好亲事。嫁人？我想娶老婆啊！要是还是爷们儿多好。行掌杀人剑，醉卧美人腿。现在这错位感真让人烦躁。月初，你走这么快干嘛？你这伤才刚好利索呢。魏姑娘，我去镇魔司报道。去就去呗，在镇魔司当差，万事小心为上。这是我今早去城外大昭寺亲手求的平安符，开过光的，你必须贴身放好，不许弄丢。有多久没人这般对我了？好，我收下了。以后休务了，记得回来看我。一定。姓名：江月初，年龄18。入了镇魔司，前尘一笔勾销。最低阶9品镇魔卫，斩文贤妖物10点功勋，斩名古大妖100点功勋，积满100点进8品对正。一头名古大妖剑值100点功勋，换功法对灵材都足够利落，倒是省了我不少功夫。玄子颖，出去吧，你的队正在外面等你。谢过老先生。你怎么是你？在下江月初，今日起入职玄字营。我乃玄字营的队正刘晨，走吧，我带你去营房认认门。都司之下设天地玄黄4营，黄字营探查情报，地字营巡查驻防，而我们玄字营职责只有一个。什么？斩妖除魔。正合我意。
这便是玄字营了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咱们玄字营什么时候改招女娃娃了？莫不是嫌咱们这儿阳气太重，找个姑娘来给弟兄们调和调和？咱们玄字营什么时候改招女娃娃了？莫不是嫌咱们这儿阳气太重，找个姑娘来给弟兄们调和调和？住口！镇魔司招人素来严苛，既然能入司，自然有其本事。闻名天下的右镇魔使大人也是女子之身。刘队长，我老赵没别的意思，这小娘们细皮嫩肉的，咱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让她跟着咱们去跟妖魔拼命，是让她去送死，还是拖累咱？赵虎，你敢抗命？不服。这小姑娘眼神不太好，老赵可是文贤忠敬，一拳能打死牛。听见没，小娘们儿？爷爷我就是。还有谁不服？好大的威风！刚入营就敢损坏公务。还有谁不服？见过徐大人。怎么回事？徐大人，弟兄们平日里切磋惯了，一时没收住手，惊扰到大人了。魏大人亲自点的女子，便是她啊！镇魔司不问出身，只看手段。魏大人既然看中你，想必有你的过人之处。多谢大人教诲。这根柱子的钱，从你们俩的月俸里扣。一来就扣老子的钱，早知道刚才直接把他往地上摔了。江姑娘，跟我去府库领东西吧。这是血钱丹，用妖魔血肉提炼，精进气血，每月1品。按理你还能去领一本基础武学。不必了，我自己有刀法。江姐，那日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喝口水。出事了，赣州张掖郡黑河道友鱼虾死绝，黄子营去探查的小队全折在里面了，音讯全无。出事了，赣州张掖郡黑河道友鱼虾死绝，黄子营去探查的小队全折在里面了，音讯全无。连黄子营那些追踪好手都全折了，对方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咱们连对方的底细、境界一概不知，司里就派咱们一队人去，这不是去送死吗？如今都司人手捉奸见重，各路大妖频出，张掖郡的百姓在等死，黄子营的弟兄尸骨未寒，难道我们就坐在这儿唉声叹气？黄字营全灭，看来这趟的妖魔数量和质量都极其可观，这简直就是绝佳的刷级绑定。既然妖魔祸乱，在这里干傲着，他们也不会自己死的，一早不宜迟。好，明日一早卯时出发，都回去备足干粮伤药，还有给家里留封信。检测到宿主强烈的杀戮意欲，把妖补活跃度提升。张掖郡的妖，可别让我失望。检测到宿主强烈的杀戮意欲，把妖补活跃度提升。张掖郡的妖，可别让我失望。启禀太后，查清楚，裴长青及其麾下镇魔卫尽数失踪，龙幽道都司说是遭遇了大妖。遭遇大妖，一整队精锐，连个求救信都传不回来。还有一事，江勋之女江月初不仅没死，还被陇域道镇都督司破格招入玄子营。押送他的裴长青死的不明不白，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罪臣孤女，居然能进镇魔司去查，掘地3尺也要给哀家查清楚。他如此处心积虑的隐忍，究竟想干什么？若有异常，就地格杀！这是什么鬼地方？熏死老子了！老头，你不要命了？这水喝了会死人的！不喝这个喝什么？喝了是慢慢死，不喝过2天就渴死了。你来选呐！
不喝这个喝什么？喝了是慢慢死，不喝过2天就渴死了。你来选呐！可怜无用，这世道眼泪救不了人。与其在这悲春伤秋，不如找到源头大妖，杀了换道行，这才是最实在的救世之道。老丈，我们是镇魔司的，这河水为何会变成这样？半个月前，黑河倒流了3天，村里人都说是龙王爷发怒，截断了水脉。前几天也有几位跟你们穿的一样的官爷来过，后来顺着河往上游去了。黄子莹去了上游，上马！刘队，源头的水是干净的。大家散开，找找黄自莹有没有留下暗号。什么都没有留下。那边不对劲，这地方有人经常打扫，却连个贡品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留下。那边不对劲，这地方有人经常打扫，却连个贡品都没有。跑什么跑？放开我，坏人！你属狗的！我们几个长得太凶，你去问什么他都不会说的。江姑娘，要不你去试试？别怕，我们不是坏人，是镇魔司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阿水。这里供奉的是龙王爷。现在的龙王爷是几十年来的，他不吃人，可是他太想当爹了。想当爹？村长家的杏儿姐去河里洗澡，回来肚子就大了，道士说是腰胎，村长气疯了。族老们说杏儿姐会带来灾祸，就把她装进猪笼，沉进黑河里了。杏儿姐死后第2天，龙王爷就发怒了，河水倒流，变成了毒水。龙王爷他不是坏妖，他只是太难过了。姐姐，求求你们放过龙王爷吧，他已经很可怜了。变成了毒水，龙王爷他不是坏妖，他只是太难过了。姐姐，求求你们放过龙王爷吧，他已经很可怜了。放过他，那些因为没有水喝而活活渴死的百姓，谁来放过他们？妖害了人，职责所在，自然该杀。坏人，你们都是坏人！这事儿闹的。江姑娘说的对，我们是镇魔卫，只管斩妖。走，去阿水说的村子。老汉是这黑水村的村正，姓张，可是为黄河的事而来。半月前，可有一队镇魔卫来过？来过。官哥们问了几句话，就说下河抓妖去了，再也没回来。下河抓妖？黄自莹是失踪了，那杏儿怀着妖胎不食被沉塘的事，村正又要作何解释？下河抓妖？黄自莹是失踪了，那杏儿怀着妖胎不食被沉塘的事，村正又要作何解释？爹，跟他们拼了！别动手！我说，杏儿是我亲生女儿啊！她被河里的精怪迷了心窍，死活不肯打掉父公的孩子。村里族老逼着我说她不除，全村都要遭殃，我能怎么办？我亲手把她塞进猪笼，亲眼看着她沉下去的。好狂暴的妖气！全体戒备！终于肯露面了，这笔公义我收下。
终于肯露面了，这笔公益我收下了。来吧，让我看看你这几百年的道行。龙王爷息怒啊！你女儿幸儿一事，虽因妖而起，可你们煽动私刑，将人活活沉塘，此乃大唐律法所不容。待我们斩了这妖物，定将你们的罪行如实上报县衙，该杀该流放，自有朝廷公断，好自为之。散开搜寻，都仔细点。好，这里有东西。这是黄自营王显的刀，他可是文贤后进，居然连刀都被折断了。所有人退后10丈，隐蔽，他要来了。所有人退后10丈，隐蔽，他要来了。杏儿，杏儿，吃点东西，怎么还不醒？看看我们的孩子。此妖已成气候，今日若退，永佑再无宁年。结阵，上！杏儿，跟你拼了！既然砍不动背，那就断你的足！破！区区名古迹，来战！快退！来！区区名古迹，来战！快退！来！扣除120年道行，神通激活。击杀名古境生物，获得道行420年。竟然没有收录提示，百妖谱连猪妖都能看上，这名古境的怪物却不行。江姐，你这一刀就给劈了。这妖物尸身庞大，无法运回，我们兄弟伤势极重，需立刻返回凉州府。江姑娘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这妖尸就劳烦你帮忙清理一下了。这等脏活累活怎么能让江姐来？我来处理。滚去台伤员，所有人退后50步警戒，不准任何人靠近。名古境的精气可不能浪费了。滚去台伤员，所有人退后50步警戒，不准任何人靠近。名古境的精气可不能浪费了。给我！名古出境成了。收拾东西，回凉州府。以后在玄子营，江姑娘就是我亲姑奶奶，谁敢惹她，我送人第一个砍了她。哎呀呀！江姐姐，你吓死我了！黄子英都没了，我还以为你要是回不来，我也不活了。活着回来，似乎也算不赖。江姐姐，你吓死我了！黄子英都没了，我还以为你要是回不来，我也不活了。哭什么？我这不是全心全尾的回来了吗？你以后不许再这样吓我了。说是你出了事，我就去绞了头发当姑子。行了，大小姐，我身上都是妖血，脏得很，莫要沾了你的新裙子。快回去洗洗脸，像个什么样子？江姑娘，
入了镇魔司，便不便再与魏小姐同住。这处营房僻静，是司里特意给你安排的。有劳。回水湾一移，多谢姑娘救命之恩，击退大妖之功，我定如实上报。那是你的分内之事。宿主江月初，境界冥谷出境，道行420年，已收录虎山神、青面郎君、朱燮。虎山神是力量，青面郎君是速度，朱叶是辅助。没有力量，其他都是虚的。提升虎山神。化虚为实，除了妖化，又多了一个更厉害的底牌。化虚为实，除了妖化，又多了一个更厉害的底牌。江姑娘，江姑娘在吗？恭喜江姑娘，司里的文书下来了。姑娘斩妖有功，破格晋升8品对正。8品对正，正是。快随我走一趟吧。玄字营偏将徐长风徐大人正在后堂等你。按照规矩，新晋对正必须去拜见他，听取训示。江对正，待会儿见了徐大人，你可千万要收敛些脾气。这位徐大人很厉害。岂止是厉害，徐大人可是咱们陇域道有名的妖孽。他出身京城将门世家，21岁便踏入冥谷境。如今不到30，已经是半步成丹的恐怖存在了。半步成丹，冥谷之上的境界。果然，这镇魔司里卧虎藏龙，不能掉以轻心。徐大人性子清丽，不苟言笑。待会儿他问什么，你答什么便是，切忌多嘴惹事。我就送你到这儿了，大人就在里面。好强的下马威！我就送你到这儿了，大人就在里面。好强的下马威！卑职江月初见过徐大人。这老套的下马威把戏，敌不动我不动。一个罪臣之女，文官的后代，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习武的记录。本将很好奇，你那一身连斩鹿头冥谷大妖的刚猛武学，究竟从何而来？王母家传。家传？你母亲不过是个寻常妇人，哪儿来的这等绝世功法？她师承何处？王母去得早，未曾留下只言片语，此事死无对证。大人若是不信，卑职也无从辩驳。你的底细，本将没兴趣深究。这是你的8品对证的告身。镇魔司不养闲人，也不养废物。玄字营里拨给你麾下的，都是些刚从江湖上招安来的刺头，他们只认拳头，不认官衔。去把他们降服了。若是连手底下的人都压不住，这对证的位子，你趁早让出来。卑职领命。大人没为难你吧？还好。徐大人的脾气就是如此，刀子嘴。不过，凡是新官上任，都可去账房只取一笔与新官职月俸等额的银钱，司里管这叫升官钱。升官钱，先不管那些刺头的死活了，这笔白给的升官钱，我可是期待的很呢。升官钱，升官钱，先不管那些刺头的死活了，这笔白给的升官钱，我可是期待的很呢。江姑娘，你这对人，怕是不太好管。哦，怎么个不好管法？咱们镇魔司近年放宽了门槛，3教9流皆可入内。军中退伍的弟兄倒好说，给口饭吃就肯卖命。可那些混迹江湖的，满脑子快意恩仇，压根儿没把自己当朝廷的人。刺头值得你留心的有3个。第一个，刘科，落雁山庄庄主私生子，20出头入文显，天赋极高，但心高气傲，跑来镇魔司赌气。豪门弃子。第二个呢？陈通是个刀口舔血的老江湖，干的是拿钱消灾的买卖，得罪了人走投无路才来这儿。这种人性子暴躁，只认拳头不认官事。只认拳头，那好办。这第3个就更让人头疼了，是从金刚寺出来的，法号不见。和尚也来镇魔科？是个酒肉和尚，喝酒吃肉，大家光窑子，除了不杀生，什么戒都犯了。被他师父一脚踹出山门。他说是要在红尘中修行，正他的金刚怒目之道。徐大人把这群人交给我，是想让我去镇场子。总之，万事小心。刘兄，府库还有多远？就在前面。先领了我的升官钱再说。8品对证，来领升官钱。新来的女娃
领点金疮药就得了。八品对症，江月初，这才几天功夫，后生可畏，真是后生可畏。升官钱10两，自己点点吧。10两白银，这镇魔司的羊毛薅得真痛快，多谢。谢什么？司里的规矩，老子干了一辈子也没见过升官这么快。你那队人就在前面那排破旧的营房。好，自己多加小心，别硬撑。刘兄，今日多谢刘兄提点。这算什么？你我皆是司里弟兄，说这些岂不是生分了？海定离手，大，又是小，不叫你个秃驴，是不是出老千了？阿弥陀佛，贫僧乃出家人，全凭佛祖保佑。施主输了钱，可莫要污蔑贫僧清白。佛祖保佑，今天谁也保不住你们。施主输了钱，可莫要污蔑贫僧清白。佛祖保佑，今天谁也保不住你们。哪来的小娘们儿？滚一边去！别在这碍你家爷爷的眼！阿弥陀佛，这位女施主莫不是走错地方？此乃镇魔司重地，可不是娇滴滴的姑娘该来的。刘科、陈通、不戒都在这儿吧？你他娘是谁？怎么知道爷爷们的名号？女施主找我们兄弟，所谓何事？莫不是化缘化到咱们这儿来了？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她就是前些日子制住老赵的那个女娃，听说还是魏大将军亲自挑的人。就算是我镇魔司同僚，姑娘无故闯营房，直呼名讳，未免太不把规矩放在眼里了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在爷爷们面前指手画脚！把刀放下。忘了和你们介绍，在下江月初，以后是你们的对证。忘了和你们介绍，在下江月初，以后是你们的对证。对证，一个女人也能当对证？凭什么？哎呦，阿弥陀佛！瞧瞧贫僧这眼神，就知道江对正绝非池中之物。陈通是个粗人，平日里就这暴脾气。您大人有大量，莫要与他一般见识。先把刀放下来，可好？你在教我做事？不敢，不敢，贫僧绝无此意。奉陇右道都司徐长风偏将之令，兹任命江月初为玄字营8品对证，统领一队镇魔卫。我不管你们是江湖豪杰还是世家子弟，到了我这里，只有一个规矩，那便是我的规矩。谁若是不服，趁早滚蛋；若是不想滚，又想在我手底下作妖，那便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脖子够不够硬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，都听明白了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可是江大人当面，你是？卑职静妖坊小吏李福，早就收到都司吩咐，特在此等候，为大人引路。要说都想当官呢。大人请。大人可还满意？有劳了，你先退下吧。这便是我的家了，在这个异世，第一次有了安身之所。月初，你升官搬新家，居然不第一个告诉我。黑河那么凶险，你有没有受伤？快让我看看。我没事，这是带给我的，谢谢啦。你的眼神再近一寸，心动变成虚落地生根。你升官搬新家，居然不第一个告诉我。黑河那么凶险，你有没有受伤？快让我看看。
我没事，这是带给我的，谢谢啦。老板，这妖兽肉怎么卖？大人好眼光，只要50两纹银。一块破肉卖50两，你不如直接去抢镇魔司的库房。大人，这妖兽肉历来如此昂贵，只有那些不差钱的江湖高手才买得起啊！我1个月俸禄才10两，买一块肉要搭进去5个月的命钱，简直荒唐。算了，切5斤普通肉。那块妖兽肉包起来，钱我替他付了。魏大人，怎能让您破费？卑职受不起。占了身子就要还因果，这老狐狸这般示好，必有所图。你身上的气血如渊似海，这等晋升速度真是让人叹为观止。武道一途，犹如逆水行舟。既然跨入冥谷，便极度需要补充精纯气血，莫要吝啬这些身外之物，耽误了你的绝世天赋。多谢大人提点，这份恩情卑职记下了。月初姐姐，我听说你升了对正，还搬了新家，特意缠着哥哥带我来给你贺乔迁之喜呢。劳烦青儿挂念。看来这小小的陇月道，恐怕是真的困不住这头绝世凶虎了。看来这小小的陇月道，恐怕是真的困不住这头绝世凶虎了。这妖兽肉虽能温养气血，但远不如直接吞噬妖魔来的狂暴，而且这价钱实在太贵，想要快速变强，必须想办法找些真正的妖魔斩杀，获取道核。江姑娘且慢，徐大人有令，今日玄字营对正及以上人马，皆需前往正殿议事。可知何事？听说前线出了大乱子，咱们边走边说。此次召集尔等，只为一事。玉门关疑似有新的承丹大妖出没。若消息属实，玄字营预计将调派过半人手，随魏大将军亲自出征玉门关镇压妖魔，为保大军开伐后方无虞，各队必须立即全线出击，务必在短时间内将陇域道内所有潜藏的妖怪悉数解决。若有疏忽，致使后方大乱，军法从事。散会。江姑娘，你昨日去见了手下那队人，可还顺利？那几个可都是骄兵悍将，极为刺头。没什么事儿，我昨日过去劝劝，他们就软了。江姑娘，这话听起来怎么怪怪的？后方妖患，这分明是送上门的满汉全席。后方妖患，这分明是送上门的满汉全席。江姑娘，你出生对正，第一次独自带队，切记要提防那些江湖门派。新皇登基不过1年，局势动荡，陇右道指挥使一职空缺至今。如今这江湖之中，不服王化之辈比比皆是。前些日子便有一位偏将外出办案，遭几个门派联手坑杀。若是遇上化解不了的风险，别犹豫，扭头就跑。这江湖之人，有时候比妖魔还要凶险几分。多谢刘大哥提点。都看看吧，这是我们接下的第一趟差事。让魔僧来，魔僧识字儿。叠州合川县有黑熊成精，设坛讲法，言称悟得佛法真谛，蛊惑百姓上山供奉。熊瞎子成精不去配种，跑去当和尚。此妖疑似有半步冥谷境修为。对正，这差事是不是搞错了？半步冥谷的大妖，咱们去不是送死吗？怕个庙！不就是头熊瞎子吗？干就完了，岂有此理！佛门乃清净之地，岂容一头畜生肆意玷污？贫僧今日定要替天行道，清理门户。收拾东西，半个时辰后，后院马厩集合，迟到者自己滚出镇魔司。黑熊大师说了，尘世皆苦，唯有皈依我佛，方能脱离苦海。大师一掌便能劈开山石，那是神威。呸！一头畜生也配谈佛法？那王屠户的婆娘半夜卷了钱就往山上跑，这叫佛法？我昨日路过山下，乌晃晃跪了一地的人。我那表弟媳妇儿娃娃发着高烧不管，把家里最后一点米都背上了山，说是求福报，这叫他娘的什么世道？快看外面，
镇魔司的官爷来了！这鬼天气热得邪乎，那熊瞎子不好在山里待着，竟跑去当和尚讲法，真是邪门。阿弥陀佛，陈施主，心静自然凉。再多嘴，全都给我走着去！我那表弟媳妇儿娃娃发着高烧不管，把家里最后一点米都背上了山，说是求福报，这叫他娘的什么世道？快看外面，镇魔司的官爷来了！官爷，求求你们救救我婆娘吧，她被那熊妖迷了心窍啊！官爷，我儿子上山3天没回家了，求官爷做主啊！各位乡亲快起，我们镇魔司定会……闭嘴，退下！哭有什么用？在这浪费时间，不如直接上山宰了那畜生，换修行来的实在。来者何人？镇魔司江月初。几位大人一路风尘，不知来我这小小的河城县所谓何事？妖物。那黑熊前几日自己下山走了，如今百姓安然无恙，下官正准备上报都司撤销案。放屁！城门口跪着一地的人哭爹喊娘，你说没事了？你是不是与妖物勾结，祸害百姓？没有，大人明鉴，是宝刹寺的僧人找上门来说，那黑熊是他们的护山灵兽，要带回山神看管。宝刹寺龙游道霸主，这等庞然大物，镇魔司眼下根本得罪不起，这差事怕是又要黄了。贫僧宝刹寺慧明见过大人，这是师弟慧远。你师弟，哼，钱大人，贫僧想与这位女侍者单独聊聊。这都出去吧。走走走，别杵在这碍事。宝剑寺好大的威风，圈养妖物害人，如今想靠名头接过，你们修的哪门子佛？原来是落雁山庄那个见不得光的野种，怎么跑这儿撒野来了？找死！两位大人，使不得呀，和气生财。好茶，此次确是宝刹寺管教不严，让畜生惊扰的地方，贫僧特来赔罪，白银500两，给各位大人接风洗尘。另外，宝刹寺欠大人一个人情。宝刹寺的人情在陇玉道确实值钱，只要不谋逆，什么事都能摆平。那头畜生可在此地害人？畜生嘛，难免开些荤香。不过大人放心，都是些山野村夫，死不了几个，绝对不会让大人难做。死了几个？天灾人祸，死去的百姓何止千万，大人何必执着？再加500两，1000两白银，加一个人情，既能交差，又能发财结善缘，何乐而不为？我不是好人，为了活命，我杀过无辜之人，那时候没得选，但现在……大人，这是何意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觉得你这人情不太值钱。为了几个泥腿子与宝刹寺为敌，值得吗？镇魔司办案，何时轮到方外之人指手画脚？拿镇魔司压我，便是指会旨在此，也要给我佛3分薄面。今日若识趣，便乖乖滚回凉州府。别说只是吃了几个泥腿子，就算真是我亲手杀的，你镇魔司又能奈我宝刹寺何？老贼受死！莫给江大人惹麻烦。我混迹江湖和加入镇魔司究竟有什么区别？一个是家猫，一个是野猫罢了。这宝刹寺太霸道了，回头得赶紧立个牌位供着。你完了！我宝刹寺绝不会善罢甘休，天上地下没人救得了你！擅自干涉镇魔司办案，
阻挠公务，按大唐律法，该当何罪？回大人，回大人，情节严重者可就地格杀。很好，那还不给我拿下！大人，此事需从长计议。宝刹寺根基深厚，贸然得罪，会引来天大麻烦啊！你敢打我？阿弥陀佛，贫僧看你魔障了，特帮你醒醒神。不必言谢，操你娘的秃驴，敢跟我们耍横！刚刚不是你叫的最凶吗？怎么真让你动手的时候，反倒唧唧歪歪？我，放开我！我是戒律院首座的弟子，你们今天动了我，一个都活不了！师弟，住口！大人息怒，师弟年轻气盛，贫僧带他赔罪。只要放我们离去，宝刹寺必有厚报。只要让我活着回去，定要这女人付出代价。你当真要鱼死网破？宝刹寺名古境高手不下数十，更有承丹境长老，不出3日，必有人取你性命。这身皮护不住你一世。如果他们能杀我，就尽管来。接下来该去收那头黑熊的道行。大人，您真把宝刹寺的人杀了？难不成放了他们，他们就不记恨了？左右都是得罪，不如直接杀了干净。该醒了，此事与尔等无关。若保错寺的人来问，你只管如实相告便是。下官刚才确实是吓晕过去了。那头黑熊如今在哪？还在北山上。还在？大人，您有所不知，这帮秃驴昨日便到了河山县，下官还以为那黑熊会有所收敛，结果他们上了山，转头就下来，说是那熊妖本是寺中护山灵兽，要带回去，须得设坛做法，斋戒沐浴。我看他们就是巴不得那熊瞎子多吃几个。哪座山？北山，就在城外10几里。山上早年间有座破庙，那熊瞎子如今就占了那庙当洞府。你们2个把尸体处理了，其他人随我上山。阿弥陀佛，杀人放火金腰带，修桥补路无尸骸。走喽，斩妖除魔去喽！还杵在这儿当门神，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的，准备唱戏给我看，赶紧跟上。何为苦？腹中饥饿是苦，身上无衣是苦。这苦皆来自于尔等的贪嗔痴。只要尔等舍了身外之物，日日供奉，贫僧自会度化尔等往生极乐。大师说的对，我悟了，求大师度化。今日便到此为止，都散了吧。明日记得早些来，莫要误了修行。哼！他娘的，还是宝刹寺的名头好使，只需动动嘴皮子，就有吃不完的供奉。等再榨干几天油水，我就回寺里去。大师，今日的功课。进来。就让王麻子家那个刚过门的小媳妇来吧。大师，王麻子家那婆娘昨日已经被您开过光，死透了。不过那婆娘还有个妹妹，生得比她姐姐还要水灵，我这就去让人送来。去吧，只要诚心悔悟，便能洗清罪孽。什么破神仙，我改天去灭几个寺庙再皈依，看他收不收，管他什么爷，今儿个都得给熊爷腾地方。搜！谁在外面？不是说了别打扰本座的功课，滚！我倒是谁？原来是镇魔司的狗。既然瞥上了袈裟，今日便送你去见真佛。我倒是谁？原来是镇魔司的狗。慧明没跟你们说清楚吗？本座可是宝刹寺的护山灵兽。既然瞥上了袈裟，今日便送你去见真佛。畜生，纳命来！看来是没说清楚。一群废物！本座自得道以来，蹉跎几百年打磨根基，冥谷之下
我无敌，滚吧！本座今日不与你们计较，莫要不识抬举。你刚才说你不计较，不知死活的东西！宝刹寺救不了你，今天你得死！你刚才说你不计较，不知死活的东西！不可能！你一个人族娃娃，怎会有如此恐怖的力量？去地狱里问吧。饶命！大人饶命！我愿归顺。杀了我！有种就杀了我！我以为你们妖物会很喜欢这样，若是不喜欢，你们又为何要这般折磨人族？阿弥陀佛，杀生为护生，斩业非斩人。宝刹寺希望你们这群秃驴的道行能比这头熊多些。宝刹寺希望你们这群秃驴的道行能比这头熊多些。拿着，回去交差。队长，这还有一个女人已经没气了。原来如此，面对百姓哭求时的冷漠，或许只是不想给无谓的希望。镇魔司能杀妖，却未必能救人。天色不早，你们先下山回县衙。是。击杀文贤境生物，获得其道行360名。检测到未收录妖物，是否消耗道行收录？收录。成功魔影黑山雄君，消耗200年道行，获得药物馈赠。风口固气法自圆满。万妖吞天！宿主江月初，境界凝骨中境，道行185年。凝骨中境，这熊妖倒也没说大话，根基确实完美。谁？宿主江月初，境界凝骨中境，道行185年。凝骨中境，这熊妖倒也没说大话，根基确实完美。队长，这是从那2个宝刹寺秃驴身上搜出来的银票。拿着，给弟兄们分了吧。队长，这1000两太多了，我们根本没帮上忙啊！队长赏的，拿着便是。你们一个个推三阻四，是看不起咱们江队正吗？队正大人出手真是阔绰。回了凉州府，弟兄们去醉花楼乐呵乐呵，那里的小花可是一绝，个个唇红齿白，身娇体软，保管把您伺候的舒舒服服。滚！得嘞。消耗185年道行，虎啸镇魔刀提升至圆满之境。刚心疼这把刀，麻烦就找上门了。宝刹寺的人是你杀的。宝刹寺的人是你杀的。若真要犟嘴，来拿我的就绝不会是他只身一人。是，卑职在河西县杀了2个宝刹寺的僧人。你可知宝刹寺在陇多道是何等势力？为何杀人？他们阻挠卑职办案，勾结妖魔，按律当斩。卑职是镇魔司的人，杀的是该杀之徒。若司里护不住我，
卑职无话可说。宝刹寺的事，魏大人压下，与其在凉州府等他们找麻烦，不如去玉门关避风头。你手下那队人一并归你调遣。天字营传回消息，玉门关有承丹大妖出没，先锋营死伤最重，功劳也最大，是福是祸，看你自己的本事。玉门关全是承丹大妖，你不要去送死好不好？玉门关全是承丹大妖，你不要去送死好不好？别哭了，我命硬得很，那些妖怪杀不了我。你骗人！先锋营就是去送命的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活着回来。你欠我的桂花锅还没做呢，我怎么舍得死？大人，江姑娘虽强，但将一个罪缠之女骤然提拔为7品校尉，还送去最危险的玉门关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她可不仅仅是普通的罪臣之女，早年江训患有隐疾，根本无法生育。江月初出生后，钦此。先皇对毫无背景的江巡破格提拔，一路平步青云。你猜这是为什么？承丹大妖，那就准备好成为我的道行吧。你猜这是为什么？承丹大妖，那就准备好成为我的道行吧。瞧瞧，咱们的新校尉总算到了，真是好大的威风啊！让咱们这些老骨头在这雨地里等他一个黄毛丫头。宋校尉说的是，属下在这镇魔司卖命身上帮罗刀疤，也就是个小卒，人家倒好，杀个不成气候的妖畜就能一步登天。你们懂什么？咱们是拼死拼活，人家那是生了一副好皮囊。昨日那场大雨，徐大人可是在他那小院里待了足足半个时辰。你他娘的嘴里喷什么粪？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背后嚼我们大人的舌根？我倒是谁？原来是江校尉养的狗啊！主子还没发话，你们这群狗东西倒先跑出来吠了。就凭你这文娴境的废物，也敢对我拔刀？陈通，我宋人乃陇右宋氏嫡系，名古镜校尉。今日我就大发慈悲，替江校尉教教你们这些底层渣子，什么是长幼尊卑。江校尉，手下人不懂规矩，我替你管教了，你没意见吧？所以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所以，你算什么东西？闲话少说，这次玉门关的任务目标是承丹境大妖，先锋营就是去开道的，九死一生，命是你们自己的，我不强求。想退出的，现在就去文官那里报备，我批条子，没人会骂你们是孬种。大人，属下家里还有老娘，对不住了。你们不走，大人去哪儿，我们就去哪儿。这条命早就买给镇魔司了。这是你们3个月的俸禄，预支的，还有这100两银子，拿去分了。该吃该喝，出发前别来烦我。多谢大人。魏姑娘，你怎么冒着雨跑到大营来了？你真当我是个傻子？
他们都说你要去送死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看看你，把自己弄成什么样？这丫头还真是个甩不掉的麻烦。青儿，休要胡闹！这丫头还真是个甩不掉的麻烦。青儿，休要胡闹！你来干什么？你明知道先锋营是什么地，为什么非要逼月初去送死？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军机大事，岂容你在此放肆！来人！不用你们拉，我自己走。占了这具身子就要还江家的因果，这老狐狸冒着暴雨亲自追来，绝不只是为了探望那么简单。你似乎并不畏惧这次任务，以你现在的实力，去玉门关确实有些勉强。识君之路，担君之忧，魏公下令，卑职万死不辞。玉门关那头异类，不是寻常精怪，乃是西域地界流窜过来的白猿。天字营去探查的精锐一损一伤，他在关外安了巢穴，麾下聚拢数十头修为深厚精怪。你的职责只是带队开道，清理修为浅薄的小怪。一旦遭遇那头白猿，绝不可擅自出手，否则谁也保不住，明白吗？卑职明白，绝不贪功冒进。修成丹体的白猿，这份雄厚修为，我势在必得。修成丹体的白猿，这份雄厚修为，我势在必得。你入司不久，底子薄，这门合丹之术算作提前赐你的赏赐。合丹之术，武道一途，文弦鸣鼓皆是锻炼气血，但要迈入成丹，必须将精气神三宝熔炼为武道金丹。这等秘法被朝廷与世家绝对垄断。江湖武夫再惊艳，没有此法，鸣鼓便是尽头。你没有师门传承，想要破境，只能依靠镇魔司。多谢魏公栽培之恩，卑职定当结草衔鸾，誓死效忠镇魔司。检测到高阶功法，扫描中，万壑归元经未习得。只要能被系统录入，所谓的世家垄断不过是个笑话。先锋营，随我猎妖！立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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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先锋营，随我猎妖！立正！立正！立正！那便是玉门关了，真他娘的壮观！来者何人？镇魔司先锋营校尉江月初。令牌是真的，赤云纹错不了。可这么个女娃娃，怕不是京城里哪位王公贵胄的亲闺女？别他娘的胡咧咧，开城门！末将乃是玉门关守将麾下都尉，姓周，可是镇魔司先锋营的江校尉。是我。营房已经备好，请江校尉随我来。江校尉，在下先锋营队正王贺。李贵，兄弟们还当上头派了哪位煞生来镇场子，没成想是个娇滴滴的小娘子。放肆！兄弟们还当上头派了哪位煞生来镇场子，没成想是个娇滴滴的小娘子。放肆！大军未至前，我等职责便是守好这玉门关，严防任何妖魔潜入城中。待到大军抵达，我先锋营便为大军开路，煽动者斩，违令者斩。都听明白了？
是，明白。江校尉，咱们就这么干等着？那妖物既然敢在关外立府，必有探子。我等在此突坐，岂不是坐以待毙？末将以为，不如主动出击，探探虚实。你敢抗命？你是校尉，还是我是校尉？你想违抗军令？不敢。很好，王队正带一半人负责东城巡防。是。李队正，你带剩下的人负责西城，其余人随我居中策应。都去吧。其余人随我居中策应。都去吧。你总是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，就算去边关，也要活着回来见我。这是我今早去城外大昭寺亲手求的平安符，开过光的，你必须贴身放好，不许弄丢。你真当我是个傻子？他们都说你要去送死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何那老狐狸把我丢到这玉门关，绝不只是为了让我打前线，他是在拿关外那头成丹大妖试探我真正的底牌。占了这具身子，这因果还真是越扯越深。呸！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，也敢骑在老子头上！李队，咱们难道真就这么干等着？到时候功劳全算他一个人的？不如咱们找个由头，就说发现妖物踪迹，追出城去。对呀，就算没碰上妖物，咱们再悄悄回来。若是真斩了妖，立下大功，看那姓姜的还能奈你何？干了！点上10个机灵的弟兄，随我出关。大人，李贵抗命出关，是否按军令将他们拿下？拿下做什么？关外黑灯瞎火，有人赶着去替我们探路引大妖，这等送上门的好事，拦他作甚？拿下做什么？关外黑灯瞎火，有人赶着去替我们探路引大妖，这等送上门的好事，拦他作甚？李队，这地方怎么静得这么邪门，连只虫子的叫声都没有？闭嘴！都给老子打起精神来！富贵险中求。真君，动静太大，大军将至，咱们是不是先回妖亭？吾儿尚未归来，如何回去？真君，不过一头小小虎妖，何必挂念？这么多天没动静，怕是早就死了。咱们再去寻一头便是，何必为了个畜生与朝廷死磕？您乃妖庭贵族，你们有过这种感觉吗？当年我于南山瀑布下读书，初见他时不过一头寻常走兽，我看着他长大，教他识字、读书、刀法，看着他青出于蓝，是什么感觉？我与他未有师徒之名，可早已视若己出。我此次奉命重返故地，本该了却旧事便回，可若是连孩儿都寻不回，位列高位又有何意趣？吾儿不归，吾如何能归？便是将这陇玉翻过来，我也要找到他。若是死了，我便在此踏平玉门，荡平陇右。大王，大王！那是什么怪物？那是什么怪物？李队，刚才那究竟是什么？什么那是？不过是风沙迷了眼，都给老子打起精神！若干的小妖，送上门的功劳，快围上去，别让他跑了！嘿，还真是镇魔司的人。灵狐大妖，跑！快跑！
老子是来杀妖的，不是来伺候人的。大人乃是女子，闺房岂能如我等糙汉般脏乱？启禀江校尉，周都尉求见。江校尉，贵部麾下对正李贵带了10余人擅自出关了。这帮狗娘养的，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约莫1个半时辰前出的关，至今未归。陈通不见，去城墙上盯着。周都尉，此事若都司问责，皆由我一人承担。末将明白。这群蠢货想抢功，死不足惜。只是这带兵管人实在比杀妖麻烦100倍，真想一个人杀个痛快，赚取道行。自己找死也就罢了，若是坏了我收割道行的计划，我要他的命。自己找死也就罢了，若是坏了我收割道行的计划，我要他的命。真君，小的在关外巡查，抓了个镇魔司的活木，一个文贤境的废物，哼，剥了皮都不够塞牙缝。玉门关有镇魔大阵，抓个废物有何用？真君，奴家倒是有个主意。玉门关有大阵，我们强攻不得，但若让奴家用幻术将弟兄们伪装成这伙镇魔卫，由他领路混入关中，毁了阵险，玉门关便是一座死城。届时我们据雄关而守，大军也奈何不了我们。准了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有话问他。别杀我！你在镇茅司几年了？12年。那你镇魔司可曾斩过一头虎妖？斩，自然是斩过的。若找不出那杀我儿的凶手，本座便将玉门关活生生吃空！吃空！吃空！若找不出那杀我儿的凶手，本座便将玉门关活生生吃空！吃空！吃空！大将军，那白猿虽是承担大妖，但我镇魔司倾巢而出，必能踏平妖府。一头承担妖物不足为惧，但他明知大军开伐，却不退回西域，反而在关外聚拢妖魔，必有所图。传令下去，大军全速前进，3日内必须抵达玉门关。李贵一夜未归，必定已落入妖口，正好省了清理门户的功夫。大人，李贵他们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就在西城门外。周都尉让人拦着，请您过去定夺。周都尉，我等在关外九死一生逃回来，为何不让入关？此事体大，等江校尉来定夺。江校尉，我等昨夜发现妖物，追击时迷失方向，躲了1夜才逃回，弟兄们一个不少。在关外转了1夜，连块皮都没破，开城门，我倒要亲自会会这帮大功臣。在关外转了1夜，连块皮都没破，开城门，我倒要亲自会会这帮大功臣。多谢校尉体谅，我等定当违抗军令，擅自出关，这一巴掌替司礼打的；巧言厉色，蒙骗上官，这一巴掌我打的。奇耻大辱！我堂堂名古大妖，竟为一个人族黄毛丫头连扇2个巴掌。算了，为了计划能够顺利进行，卑鄙之错。求校尉开恩，我等知错人法，为何要如此羞辱？周都尉，将他们卸甲，关入死牢。得令，校尉参差，我等是镇魔司的人。谁再多嘴，便是此下场。带走。那个贱人竟敢如此折辱我！
狗爷受委屈了。不过这关内阵法压制极强，我们只能发挥5成实力。这女人够狠，不过3更一到，玉门关便是咱们的血食场。狗爷受委屈了，不过这关内阵法压制极强，我们只能发挥5成实力。这女人够狠，不过3更一到，玉门关便是咱们的血食场。时候到了，终于到了！老子今晚定要将那小贱人碎尸万段，挂在城头当血食！狗哥，别忘了正事，破了阵眼，迎真君入关才是首要。哼，还用你教？别白费力气了，这大老外墙是特制青砖，离你浇筑百炼玄铁，便是真尊亲制，也休想轻易破开。那怎么出去？奇怪什么？打开没有？还不快走！门是开了，可外面空荡荡的，一个守卫都没有。哈哈，好事，定是那群人族官差以为这铁牢万无一失，跑去偷懒睡觉了。走。你往牢里搜搜身。狗爷，我觉得这牢里挺好的，要不咱们别出去了。滚你娘的！怎么，诸位大半夜的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大人，那李贵分明违抗军令，您为何还要将他放入关内？大人，卑职有事启禀。卑职自幼记性尚可，方才那李贵一行人步态、口音皆有细微差别。最重要的是，李贵麾下的张三刀疤原本在左额头，方才那人却在右额头。卑职怀疑他们根本不是原先那伙人。我知道。你竟然早就知道了！方才那人却在右额头，卑职怀疑他们根本不是原先那伙人。我知道。你竟然早就知道了！我们被耍了，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是妖。城门口那2记耳光，还有断腕，都是在做戏。什么？他是故意放我们进关的。我家大人神机妙算，岂是你们这群畜生能看透的？大人，您既然早知他们是妖，放进这玉门关内，若是大阵被破，拒之门外，开什么玩笑？城代地势开阔，万一打起来跑了几个，损失的道行谁赔给我？我这人生平最厌恶麻烦，关外风沙大，追猎起来太费事，不如请诸位入瓮中。这大牢四周铜墙铁壁，门一关，谁也跑不掉。瓮中捉鳖，就凭你们这点人手，老子可是名古镜，就算大阵压制，老子临死反扑也能拉你们垫背。娘嘞，全是名古和文贤境的大妖，快，弓弩手准备，结阵，护卫大人！慢着，都退下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出手。大人，这可使不得啊！这群妖物凶悍无比，这么多极品血石，谁敢抢我的人头，我就先砍了谁。我说了，退下，今日谁也别想走。这些猎物全是我一个人。我说了，退下，今日谁也别想走。这些猎物全是我一个人。狂妄的人族幼崽，就算真君在此，也不敢说这种大话。一起上，撕了他！大人小心！虎啸镇魔刀圆满。这是什么武学意境？贱
来得正好。我的个乖乖，大人这实力还是人吗？快跑啊！想走？救我！给我松手！你想害死我吗？带我一起走！老娘若是死在这里，涂山氏绝不放过你！救我！给我松手！你想害死我吗？带我一起走！老娘若是死在这里，涂山氏绝不放过你！草了，千算万算，忘了这群畜生里还有会飞的。周都尉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放箭，把他们给我射下来！哦，是，弓弩手，给老子射，射死那2头扁毛畜生！放我下来！断子4全孙的狗东西！老娘要将你们扒皮凑血！2头大妖啊，飞走的哪是鸟，那全都是白花花的道行啊！我的心好痛。斩杀文贤净鼠妖，获得120年道行；斩杀文贤净蛇妖，获得150年道行；斩杀冥古净狗妖，获得600年道行，共计获得3425年道行。3000多年道行，这玉门关真是个好地方。获得150年道行，斩杀冥古净狗妖，获得600年道行，共计获得3425年道行。3000多年道行，这玉门关真是个好地方。周主委，今日之事你已亲眼所见，这些妖物伪装成我镇魔司的人潜入关内，如今已被我尽数诛杀。是，末将亲眼所见，绝无半句虚言。剩下的便是我镇魔术的家事，有劳周都尉带着你的人先行回去。是，末将告退。大人，这就完了？那可是10几头冥古境的大妖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打扫战场。他们的脑可是10几头冥古境的大妖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打扫战场。他们的